这是一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殊墓葬。打开墓门，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的不是墓主人的棺椁，而是一张载满了整个墓室的床榻，一男一女2具尸骨整齐地摆放在上面，四周墙壁上绘满了壁画，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。墓葬的主人到底是何身份？为何下葬方式如此诡异？墙上的壁画又暗藏什么玄机呢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双击点赞，加个关注。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外国人墓之谜。2008年11月，陕西省矿务局在盘乐村进行工程建设的时候，竟然意外挖出了一座古墓。接到消息的考古人员马上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。根据探测，这个古墓的规模并不大，所以一开始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一直到他们挖出了一排青砖，经过仔细观察，这些青砖竟然是古墓中的防盗措施，令考古人员激动不已。因为那些有着防盗措施的墓葬中，无一例外都有着珍贵的宝物。难道这座不起眼的古墓之中竟然也有珍贵的宝贝吗？考古人员瞬间兴奋起来。随着发掘的深入，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墓葬建造的非常讲究，尤其是墓室的防盗措施非常全面，看得出来花了很多心思。但令他们疑惑的是，防盗措施如此严密的墓葬，在发掘过程中却一件随葬品都没有发现。难道宝贝都在墓主人的墓室之中吗？当他们挖掘到地下7米的时候，终于见到墓室的大门。然而当他们打开墓室之后，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一张床榻将整个墓室摆放得满满当当，床榻上面还整齐地躺着一男一女2具人骨。墓室墙壁上绘满了壁画，看起来神秘莫测。有考古专家说，这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。这样奇特的下葬方式可以说是闻所未闻。大家都知道，古人对于丧葬非常重视，而棺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。身份越是尊贵，棺材的原料和制作就越昂贵，甚至一具棺材就能价值千金。而且棺椁之中还会随葬主人的心爱之物，像墓主人这样直接用床榻下葬，而且整个墓室之中竟然连一个随葬品也没有。但是墓室墙壁上却画满了价值连城壁画的墓葬，在整个中国考古史中都未曾见过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，考古人员有了一个大胆猜测，这里面埋葬的会不会是外国人呢？陕西韩城挖出宋朝诡异墓葬，打开墓门，里面的景象让专家摸不着头脑。狭小的墓室被床榻填满，2具尸骨盖着棉被平躺在上面。近看2具尸骨，他们的头发竟是棕红色的。难道700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掌握染发技术了吗？拥有20年考古经验的专家看后都懵了。如此庄重，下葬方式又如此奇特，这2位墓主是中国人吗？根据考古人员查到的资料来看，这种下葬方式与仙教十分相似。这个现在看样子，光是用它的地点和仙教有关。那你汉族人咱们不他，汉族人肯定是管的。仙教是古代伊朗地区影响力颇大的一个宗教，信仰他们的粟特人通过丝绸之路将它传入中国。他们崇尚火焰，所以也被称为拜火教。这个宗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丧葬习俗，他们死后会先让狗啃食，直到只剩下骨头，然后再用火焚烧，装进一种特殊的陶罐中燕麦。但是有些粟特人长期居住在中原，受到汉人藏族影响，他们渐渐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丧葬习俗，在周围用石榻作为葬具。这一点也在之前曾经发掘过的粟特人墓葬中得到了证实。他们除了使用石榻作为葬具之外，还会在墓室中刻满圣火。那么这个墓葬会不会就是粟特人的墓葬呢？墓中能够绘满壁画，说明墓主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。他们会是什么身份呢？为了弄清楚这一切，考古人员对墓葬中的2具尸骨进行了清理。首先清理的是男性尸骨，在清理过程中，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，这具尸骨胯部竟然出现神秘的白色结晶，而且他的头发竟然是棕红色的。古代并没有染发这一概念，所以他的头发颜色有很大可能是天生的。难道墓主人真的是粟特人吗？那些白色结晶
又是什么呢？考古人员继续清理，但是尸骨身上的丝织品早就因为时间原因腐烂氧化，并没有出现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线索。不过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，在提取尸骨的时候，他们竟然意外发现墓主人的几颗牙齿，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，马上将牙齿收集起来，和墓主人的头发一起送往了实验室进行检测，希望能够揭开他的身份之谜。接下来清理的是女性尸骨，考古人员发现这具女性尸骨的头发也是棕红色的，但是却显得有些凌乱，而且他们还在她的头上发现了一把木梳。难道说墓主人去世的时候正在梳头发吗？但是也有专家认为，这把木梳很有可能只是头发上的一种装饰物。紧接着，考古人员竟然在尸骨的手中发现了一枚钱币。到女子这个清理的时候，发现手里面握了有钱。这握有钱把钱拿出来后，这字看不清嘛，上面锈蚀很严重嘛。着急，你多着急的，说这个钱是多少？后来我们就是在现场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清理，一清理发现，哎呦，这太好，太理想了！上面写的是个西宁元宝。西宁元宝是北宋后期铸造的一种钱币，至此墓葬的年代终于确定，并不是专家猜测的汉代，而是北宋后期的墓葬。除此之外，考古人员在尸骨上就再也没有发现其他线索，整个墓室之中只剩下了墙壁上的壁画，他们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？就在大家疑惑之际，实验室终于传来了好消息，牙齿和头发的化验结果出来了。看到结果以后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。山西韩城挖出罕见古墓，一对夫妻躺在床榻上，经过检测，墓主人竟然是2个外国人。他们到底是谁？为何会被埋葬在这里？墓室墙壁上的壁画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？壁画保存得十分完好，颜色十分艳丽，并没有氧化的迹象。在考古人员发掘过的墓葬中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。考古人员经过观察，发现了其中的奥秘。这个砖做的也非常好，就是说砖啊烧制也特别好，从它这个选料，它这个泥土这个粘土这个选料，到它这个烧制火候也比较高。另外它砖拿来以后要砌这个墓以前啊，它的砖啊这四角都这各面啊磨得非常平整。原来墓室墙壁上的砖块不但打磨得非常平整，还特意铺上了一层树胶，为壁画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这些工序不但繁琐，还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，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富即贵。考古人员仔细观察这些壁画，墓室上层画的是太湖石，周边是雍容华贵的牡丹簇拥，象征着时生富贵，两侧各点缀着一只仙鹤，有长寿吉祥、美好寓意。而下层正对墓门的墙壁上有一幅中年男子的画像，看起来慈眉善目。专家认为这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画像，但是令专家奇怪的是，从画像上来看，墓主人的长相与汉人十分类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墓主人到底是汉人还是东亚来的仙教徒呢？这个发现让墓主人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起来。在墓主人画像的后面是一幅和医药有关的壁画，左边是制药的过程，右边是制作好的成药。所以从这个壁画呢，一个完整的制药过程，那么来看墓的主人，他应该说是一个中医学家，或者是一个制药专家。由此，考古人员猜测墓主人胯下的不知名结晶，那么这东西会不会有可能是生前服过一定的丹药，才能留下这么些晶体？在墓室的正中间画着一幅佛祖涅槃图，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，动态十足。原来这个墓主人还是一个崇尚佛教的人，但是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还是未能解开。这时头发和牙齿的检测终于有了结果，排除了把这个蒙古人种给排除了。咱中国人属于这个蒙古，属于这个蒙古人种。那么说是现在最有可能的人是中东一带，就中亚这一带。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考古人员只能确认这是一对拥有东亚血统的夫妻。丈夫生前从事和医药有关的工作，并且崇尚佛教，但是关于墓主人在北宋时的身份地位就再也没有其他的线索。而且还有一件事令考古人员疑惑不已，
发掘进行到最后，考古人员确定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。但是令他们不解的是，为何夫妻2人会同时死亡呢？为了弄清楚这一点，考古人员还对他们的尸骨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测，结果显示这2具尸体上并没有什么外伤，而且也没有中毒的痕迹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2人同时下葬呢？考古人员首先想到了殉葬，但是这一制度在当时早已经不流行。对此，考古人员只能猜测，会不会是丈夫死亡以后，妻子因为过度悲伤去世了，所以才会同时下葬。这个墓葬虽然没有出土什么珍贵的文物，但是墓葬中的壁画却让我们了解到了1000年以前的外国人逐渐与汉人融合的生活场景，对考古人员研究北宋的历史也有着重大的意义。你怎么看待这座奇特的墓葬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浙江台州挖出一座宋代古墓，专家抱着墓中出土的宝贝乐开了花。这时，一位男子却怒气冲冲地来到了发掘现场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许挖我家祖坟！”并声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赵家的。专家正想将他赶走，谁知男子竟拿出了一本族谱。专家一看，尴尬了，原来真的挖了人家的祖坟。因为我是赵匡胤第30代孙赵文喜，赵伯云在我们赵匡胤第7代孙，在我们家谱上面也是写了很认真。墓中都出土了什么宝贝呢？考古专家会还给这位男子吗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双击点赞，加个关注。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南宋潼关之谜。2016年5月1日，浙江台州前郊村的村民杨某正在指挥施工队翻修自家的老房子，谁知竟然挖出了一具诡异的血红色棺椁，吓得他马上报了警。当地文物部门听到消息，认为这下面肯定有座古墓，于是飞快地赶往了现场。只一眼，考古人员就看出这具棺椁不管是用料还是制作工艺都非常讲究，于是马上对这里进行了勘察。下面确实有座古墓，考古人员马上对这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。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随着发掘的深入，墓中竟然出现了第2具棺椁。难道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？可惜的是，这具棺椁已经被破坏，很显然是遭到盗墓贼的盗掘。经过清理，考古人员只发现了几块碎骨，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收获了。所有人都失望不已的时候，墓主人的墓志铭却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考古人员惊喜不已，马上对这块墓志铭进行了解读。根据上面的信息可以得知，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，墓主人名叫李氏，是南宋时期的人。她的丈夫在她死后亲自刻了墓志铭，后来又与她合葬在了一起。从墓志铭上的落款来看，墓的男主人叫做赵伯云，但是这个赵伯云是什么身份却丝毫没有提及，而且在浙江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南宋时期的贵族墓葬。难道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墓葬？但是墓主人的棺椁用料极其不凡，也不像是普通人用得起的。为了弄清楚墓主人的身份，考古人员决定打开棺椁一探究竟。谁知因为此事太过轰动，不知道是谁将照片发在了网上。一名男子看到之后，怒气冲冲就来到了现场，对着考古人员吼道：“这是我家的祖坟，谁让你们挖的？”将考古人员吓了一跳，以为他是来闹事的。谁知男子反手拿出来一沓族谱。考古专家一看，好家伙，这还是有备而来，正要看这人耍什么花招，谁知一翻族谱，这还真是人家的祖坟。浙江一男子发现考古专家竟然挖了自家祖坟，于是气势汹汹要找他们算账，谁知却被专家3言2语大发躁。专家声称这墓挖都挖了，总不能再给他填回去吧？万一被盗墓贼偷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而且专家挖这个古墓也是符合规定的，这个已经遗存在地下800年的历史的古墓，属于国家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所以这应该是属于国家来组织处理的，不能再由家族来处理。专家给男子做了好大一会儿思想工作，男子才不情不愿地同意了。正当男子拿着家谱要走的时候，专家突然想到家谱中会不会记载着墓主人的身份呢？于是马上叫住了他，说想再看看他的家谱。谁知这一看，专家都被吓了一跳。只见家谱上写着赵匡胤第7世孙赵伯云，南宋时期曾在台州黄岩县担任县令。谁也没想到墓主人竟然是皇室后代。得知这个消息，现场更加轰动，人们纷纷猜测棺椁之中会有什么珍贵的宝物。看到如此嘈杂的环境，考古人员决定将棺椁运回黄岩博物馆再进行开启。但是搬运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顺利。2016年5月4日，在清理过程中，考古人员发现棺椁之中充满了积水，贸然搬动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导致本来就脆弱的文物在水流的冲刷下被破坏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考古人员找来了一把电钻，将棺椁的底部打了一个洞。经过8个小时的漫长等待，棺液终于被排放干净，棺材也被缓缓起吊，放在车上运往了博物馆。博物馆的众人已经摩拳擦掌，等待着棺椁的到来。经过清理，棺椁上的红色更加鲜艳夺目，竟然完全没有变色，保存得十分完好。这让专家对于棺椁里面的文物充满了期待。接下来就到了万众瞩目的时刻，开棺让人。当考古人员用尽9牛2虎将棺椁抬起来的时候，却感觉到棺椁之中传来一股巨大的吸力，棺盖竟然不能再移动分毫。这诡异的一幕吓坏了他们，难道棺中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旁边的考古专家见多识广，低下头往棺椁中看去，原来是棺盖和里面的丝织品紧紧地粘连在一起。为了不破坏文物，考古人员只能一点一点将丝织品和棺盖分离。当棺盖终于被打开的一瞬间，考古专家都忍不住惊呼出声。棺椁之中到底有什么宝贝，让专家如此激动？棺材终于被成功的吊起。浙江台州一男子大闹考古现场，原来考古专家挖了他家的祖坟，棺椁中的宝贝也被专家带回了博物馆。即使这样，男子也不死心，追到博物馆也要回宝贝。没想到专家根本不理他，当着他的面直接打开棺椁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满当当的文物，看得专家眼花缭乱。因为棺椁打开已经有一段时间，所以丝织品有了氧化的痕迹。于是考古人员决定马上开始提取工作。随着墓主人身上的丝织品一件件被提取出来，现场的气氛越发热烈。衣、裤、袜、鞋、靴、饰品，一整套南宋服饰出现在他们面前。这是我国发现的南宋时期最完整的服饰。随着丝织品被提取完成，墓主人的尸骨也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。经过测量，墓主人的身高在170厘米左右。当他们提取头骨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下面竟然有一块玉璧。玉璧用极品和田玉制成，玉质温润，品质极为不凡。这块玉璧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考古人员本来猜测这是用来镇纸的物件，但是拿起来之后却发现上面还系着一根尼龙绳，难道是挂在腰间的饰品？考古人员清理过后，惊喜地发现上面刻了大量的文字。经过专家的解读，他们震惊地发现，这竟然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。这并非是南宋时期的东西，而是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用来祭天的物件，只是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赵伯云手中。清理工作进行到最后，赵伯云墓中一共发现了66件文物，其中大多都是丝织品。经过专业人士的清理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这些衣物上面的纹饰多种多样，其中的双蝶串枝、链雀穿花、云鹤莲花带有典型的南宋特征，制作工艺极其高超，是现代难以模仿的绝品。4斤角、3斤角那种已经是没有了，失传了。并且衣服的材质也各有不同，绢、罗、纱、布、绫、锦绸、刺绣，几乎包含了所有丝织品种类，对南宋服饰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，当之无愧的宋服之冠。后来这些服饰还在G20峰会中
进行了展览，就连德国元首夫人看了都赞不绝口。你对这座南宋古墓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